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卢德宇，今天跟大家谈一个主题，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最新报告揭露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国军的战力现在有一个人力不足的困难状况，尤其是越接近第一线战斗的部队，它的缺人状况越严重，无论在制空、制海或者是反登陆方面，普遍都存在这个现象。直接呈现出来就是国军的战力大打折扣。如果现在有中共武力的冒进，或者是平常灰色地带作战，中共以战备警巡的方式，他的飞机还有他的军舰绕着台湾逾越中线的时候，我方的应对就可能出现捉襟见肘的现象。要不是立法院的预算中心公布了这个重大的讯息，我们可能到今天还蒙在鼓里。透过媒体的报道，希望能引起国人广泛的注意。根据立法院预算中心提出的114年中央政府总预算评估报告，内容指出，最近几年我们自愿役的兵员呈现逐步减少的趋势，其中111年是164884人，111年减少了5492人，112年减少了4706人。减少的幅度分别是3.33%，还有2.95%。今年还没有过完，今年计算到6月份的时候，减少的人数是1801人，全部的志愿役人数达到历史的最低点152885人，比民国107年的时候还要低。其中第一类战斗部队，这些部队的士官兵都领有战斗加级，也就是说薪水比较高一点。可是他们是第一线的作战部队，训练的强度还有任务的负担都比较吃重，这些部队的编线比不到80%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其中像是陆军的外岛部队、本岛几个旅、步兵、机械化步兵、炮兵、装甲骑兵、战车、反装甲、海军陆战队的步兵营、战车营、炮兵营，还有守备中队、运输部队、防备连、飞弹连、海军舰队的舰艇兵士官，还有岸置雄风飞弹的海风大队，以及空军的各种防空飞弹部队、宪兵部队，特别是防守中枢安全的202指挥部，居然都能够发生边线比严重低落的情况。很多人就问呢，我们买了这么多武器，到时候谁来操作？这是不是个问题？这问题要不要解决？这里面个人觉得还有一个严重的事情没有提出来，就是我们空军飞行员不够的问题。最近不是有新闻报道说，为防止飞行员被民航挖角，提供了继续服役的奖金。这个合约今年开始到期，其中有20位飞行员不续约，也就是说他们要离开空军飞行部队。军方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说，我们有补充到60个飞行员，拜托一下，补充的这60位飞行员，他们还要接受不同级别冗长的训练，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飞行员，升空作战。这跟离开的20位飞行员，资深的、有作战经验的，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就譬如防空飞弹部队是除了有人战机之外，台风防卫制空作战的重要营界，以人员不足，就代表分班值更状况，排班上的困难。有的人或许要值更久的勤务，对人员的疲累精神造成很大的压力。另外就是劳累或精神不济，对于执行时的效能也必然有减损。这个状况当然也发生在海军的岸置海飞弹，也就是雄风2型、雄风3型舰飞弹部队里面。制空制海作战之外，我们地面部队领有第一类战斗加级作战单位，这么严重，就代表这些部队的战力很有问题。当然有说人打着算盘是空军马防卫作战，而制空制海真正打到陆地的可能性不高，所以面部队缺员的问题严重性还比不上空和制海部分。可一个完整健全的防卫作战架构来看，不能放着地面部队的边线比过低、战力不足的情况持续的存在。可能的解决方案，譬如说，马祖现在的军事值已经逐步的降低，马委员也提议，应该将马祖设为缓冲区或者是特别区，也就是要低金门马祖的军事功能。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把金门马祖的官兵员额几千人，把它移回本岛，充实本岛的部队。
边线比补上来，应该就是一种务实的做法。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部队数越来越少，边线比越来越低，基本上还是因为两岸现在战围真正有爆发式冲突的可能。纵使有一些军人愿意跟军旅保卫家园，可是我们不可讳言的现实状况是，有更多的人他考虑到人的危险，在合约期满之后离开军队，现出来的就是年部队人数程序下降的趋势。是在薪资结构上，是不是可以增加自愿役官兵的薪水，一种诱因，更多的人愿意进来，让已经在部队的人愿意留下来。又有一个问题就是，预算已经产生了排挤的效应。年我们对美军购幅的增加，其军购经费的高峰期还在往后2-3年会发生，也就是说，用于人员维持，也就是薪水和加给的部分就被迫要减少。不得不提的是，作业维持也被迫缩减。作业维持是做什么呢？就是用在既有装备的日常维护，还有修理，保持他们应有的功能和战力。简单的说，人员的薪水没有增加，人员的数目在降低，装备的维护费用在减少，然后同时我们持续的大买特买。请问这是合理的吗？大家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。谢谢各位今天收看，让我们共同面对这个问题，关心这个问题，设法解决。谢谢。